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美的角力都还在持续哦。现在呢，美国驻华的大使，他叫伯恩斯嘛，他接受了 CBS 60分钟的访问，中间他有提到一个段落，他说，美国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关系是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最重要、最具竞争性和最危险的关系。中国想要成为，而且要超越美国的全球主导国家想要当老大，可是美国人不想生活在中方主导的世界当中，这是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的，只是从这个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的口中讲出来。我们不想当老二啊，我们不想被中国大陆赶过去啊。大概现在美中竞争的这个态势的心态上是在这里。而雷蒙多他是美国的商务部部长，他提到了中美晶片的竞争他说中国大陆很勇于表达自己的野心他们的野心勃勃他说，中美晶片竞争就像是太空竞赛，大陆这些国家不羞于完全非常的主动这个很高调的表达，而且要实践在晶片领域的野心所以我们美国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美国要确保晶片法案的实施第一，这个晶片法案1、晶片法案2、晶片法案3要压制中国大陆不让他们赶过我们。那另外大家都知道最近的热点新闻就是我们的台积电跨海到日本投资的这个厂熊本厂已经揭幕要投入量产了。可是现在有3名学者，包括工研院前院长史清泰、台积电前副总林本坚以及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谢长泰联名撰文，他们讲到了一点，他说美国的晶片法其实是伤害我们的台积电他批评说以高额补贴鼓励台湾半导体制造商迁往美国现在在凤凰城，导致台积电创造力这个创新的动力流失了。他们忧心我们台湾会失去先进半导体制造主导地位，并且损害我们台湾经济，甚至是美国国安其实这样的声音在过去1年，在过去2年不断的有人提出来，可是通常都会被我们的政府这个冠上说扯台湾后腿这样子的话语就是反对的声音有时候比较大家觉得比较逆耳或者是比较出不来。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当然他这个野心勃勃这个包括很多人都说了他们在突破等离子引申技术，现在据说有了大突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是叫做等离子体，它是一种隐形技术如果这个突破性成功的话这个成功的突破性进展如果达到一定的规模的话，以后他们的隐形战机就不需要再借着所谓的这个复杂的隐形气动布局可以随心所欲的按最佳空气力学来设计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成功了随时这个飞机的隐形术、隐身术就可以这个施展开来了，并且在军武方面可能有大规模的进展。而另外呢，同时看看美国他们的 F-35的战机据说这个战备力在降这个事实上是什么呢？因为洛克希德马丁现在已经交付美军628架3型的 F-35战机，可是五角大厦报告显示，只有51%已经做好了战备状态，所以此消彼长，美国人当然忧心，非常忧心。而现在呢，在军武方面，包括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了他跟巴基斯坦合作的这个枭龙战机，现在亚塞拜然，这是一个东欧和西亚中间的一个国家，他买了这个枭龙战机，而他的邻国亚美尼亚也引入印度导弹来对抗。所以呢，这告诉我们，这个包括这个印度跟这个中国大陆某种程度也在做一种互相的比较、互相的较量，这是中印地缘政治的较量舞台。除了军武之外，商用的客机现在中国大陆也在制造，而且已经开始展示了它的 C919单走道的客机。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它在新加坡的航空展已经展示了，现在呢，它下一步要干嘛？中国商飞就说，它接下来会在越南、辽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在那里演示飞行，做什么呢？
当然是要推销他们制造的商用客机。不过，美国的媒体有的人唱衰哦，他们说啊，其实中国大陆的 C919还没有做好全球竞争的准备。这是来自于美联社的报道。他说，如果你要跟波音还有空巴竞争的话，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包括新加坡的航空分析师也说，C919现在必须要获得国际的认证，因为目前只有拿到了中国的认证。其实，另外一方面，波音、空巴，你说他内心不惊慌吗？恐怕他们也把它当做一个很重要的崛起的一个对手，所以他们自己也在加强备战。那必须讲三强鼎立的路其实还很漫长。中国大陆现在才刚刚发展起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波音区域行销董事总经理就说，虽然 C919现在暂时不会动摇现有的市场格局，可是完全不会忽略它，也认为它是未来的竞争对手。彭博社有一则新闻，他说有人匿名举报这个。可是很担心被报复。我们看到波音高层还有员工安全共识脱节，怎么讲呢？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好多波音的客机大大小小的凸槌、大大小小的瑕疵都出现了那现在波音的员工因为怕被报复匿名检举怕被报复，所以呢跟高层沟通就脱节了。我不敢讲，我怕被报复。可是这样子变成有一点点累积他的错误。导致会出现更多重大的缺失。来，请教赖老师。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讲了一个大实话了，也就是说，他总算诚实的说，为什么美国在这段时间一定要把中国大陆压下去？那就是因为他们估计目前的未来的10年，这10年内是关键期，因为这10年内，如果说中国大陆超越了美国，美国将永远落后，因为如果中国大陆只要在名义的 GDP 超过美国的话，那它就会慢慢的也会那个拉开那一旦拉开以后，美国就输到底了。那美国因为不愿意输，所以美国就一定要卯足全力把中国大陆压下去。所以等于是说他已经承认了，从奥巴马，然后其实应该讲是从克林顿、奥巴马到这个川普到现在的拜登，他们这么长的时间内为什么一直要压中国？就是因为不让中国大陆超越他们，其实就这么简单，而不是因为中国大陆做了什么，是不能够让大陆超越。可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没有办法再像过去对前苏联那样的发动一场新冷战。为什么？因为过去的苏联是因为它是军事核武大国，可是是经济小国。可是他们现在面对的中国大陆是经济大国，而且是工业科技能力的大国。那这个经济、工业科技能力跟军事科技能力的大国，然后它跟美国的关系如此的紧密的交错，那使它是美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所以美国没办法跟它脱钩，所以它不能够像我搞一个阵营对抗，一个新冷战，过去的冷战一样，所以过去的冷战打不起来，无法复制，然后热战也不能打，那怎么办？只能搞一个所谓的新冷战。可是这个新冷战目前对美国人来讲越来越辛苦，因为追随美国刚开始是 G7 一直跟美国团结起来来对抗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 G7 的国家一个一个在退出去了，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它显得很痛苦这个是美国在未来能不能持续下去，坦白说我们并不看好美国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有关于这个目前看到的一个空巴，是我觉得空巴也好，波音也好，它面对中国大陆 C919的来临这个已经是势不可挡了。如果说美国波音或者是空中巴士，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的 C919还不成气候，他们的态度就有点像谁呢？他们的态度就有点像当时的马斯克对比亚迪一样。当时马斯克认为你这个比亚迪不算一咖了，不成气候了，我这个特斯拉不得了。可是我觉得 C919的后劲会很强大。你看 C919这次在新加坡成功的展出之后它为什么要到东盟的国家走这么一圈？您刚刚讲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还有马来西亚跟印尼，其实这些国家它采用的方法绝对不是美国人所能够想象的。它可以协助这些国家发展航太工业，然后跟你合作，
你购买我的飞机，我把我的飞机的零料件委托你来生产制造。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这些订单一旦涌出来，那他马上就扩大生产线了。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他们又低估了，不能忽视了哦，这个千万不能低估你的对手。来，请教严老师。我想看一下这个印度跟这个中国，好像在外高加索有一些竞争嘛，就是当然这个其实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的竞争，就是我们知道亚塞拜然跟这个亚美尼亚过去就是因为亚美尼亚在亚塞拜然这个国家当中有一块我们叫做飞地啊，就是中间有一块亚美尼亚人占很多的，经过了3次战争，今年这块地已经被并了，已经被没有了，被并入到这个亚塞拜然了，就是亚美尼亚这个飞地纳卡已经没了嘛，已经就是说丧失掉了。那你今天印度去在里头去搅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巴基斯坦也好，或者说亚塞拜然也好，甚至他们跟土耳其关系都好，这3个要连在一起啊，他们都是穆斯林国家啊，那你印度你也不是基督教国家，你去支持亚美尼亚是基督教啊，那你印度是真的就是去支持一个因为讨厌穆斯林去支持亚美尼亚，还是要怎么样？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知道巴基斯坦是跟亚塞拜然关系是很好，那这3个国家又不是特别的民主，现在就是有选举，但是你也知道那个选举好像都是已经知道结果的选举啊，所以印度去卷进这个，我觉得是很不智的啊。那另外就是看到这个美国大使伯恩斯啊，我觉得他今天你知道，你看他那篇这个讲的时候，他也承认美国这个大概有卖这个20%的这个农产品是到大陆了，大陆进口很多。那你既然那么讨厌，那你就干脆不要卖20大陆啊。这样的不要让他吃了美国的食物长得太好了，然后变强壮了嘛，对不对？你就断掉他的这个东西。所以他讲的这个是废话，你钱也想赚，然后什么东西都不，就好像今天我们网络上最大的笑话，不是有一个议员还是怎么样？他说有朋友要来家里，他们是反对中国，他就要跟他太太讲说，你把家里头所有的中国东西都拿掉。结果他太太是裸体出来，因为身上所有的衣服没有东西了，没有东西了啊，都是中国做的。就说这个东西我们当然是当笑话来看，但是说老实话，这个东西就是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包括雷蒙多讲晶片也是一样。我觉得史清泰他们提的那篇文章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你要求台湾到美国去，你美国的这个土壤不适合这个东西是他说已经在波特兰已经证明了。他可是呢，他们对熊本倒是有点信心。他觉得日本的这个民族性劳工民族性这个就让我想起我以前在80年代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亚太地区韩国也好，日本、台湾也好，或者大陆后来为什么在这种电子产品做得比较好？因为我们都使用筷子，手比较巧。有道理。所以他说，你去看他们就处理这些东西特别精致。特别我们从小煎花生这样子煎。所以他们就说拉丁美洲他说你要追上这个亚太地区你要先改使用筷子。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可是就也看得出来，今天这个史清泰他们讲说，熊本可能就会成功，因为日本的这个工人已经训练成这个样。那美国的工人对他说美国设计很棒可是你就不是制造业的了。对，你硬要把制造业弄下来，我觉得这个就是等于是你把你的强项放弃了，然后要去试着要补强你的最弱的地方。对，其实这个是不符合经济的，是蛮不智的。对，来请教彬哥。老师刚刚讲那个笑话，我想到赵宁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说那时候大陆的桌球不是称霸世界嘛？对，就他的美国同学就说，因为你们中国人都用筷子，所以桌球达标。所以用筷子有这个好处。我觉得那就是在找理由而已。那当然，美国人当然希望自己永远是老大。是。对，你不想生活在中方主导的世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人也不想生活在美方主导的世界。所以呢，大家就是各自拼各自的嘛。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要羞于表现自己的野心？他这也不算什么野心，他希望提升自己的晶片产业，到底有哪一点不对？
这难道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吗？所以我觉得美国人用词真的是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导致我们台湾现在在这边是拥有先进技术，可是美国现在的战略正在禁伤台湾的技术，甚至伤害台湾的未来。我们的政府难道都无动于衷吗？那大陆的这个电浆逆中，也就是电浆就是等离子啊，这个技术其实已经研究非常久的时间了。实际上，美国1960年代就在研究，可是呢，当时美国放弃，他直接去研究用涂料啊、用外形啊去做这个吸收电磁波的。那俄罗斯研究到1990年代，当时也宣称取得巨大突破，可是后来就不了了之，没有下文。那中国大陆现在这个突破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目前不知道，还要看它未来的应用而定。因为如果这个一旦突破，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轰20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它可以完全不用顾气动外形了。它只要在重点你那个 RCS 折射比较大的地方，我在那边施以局部的电浆逆中。那表示以后中国大陆任何一型的飞机都可以利用这个技术，然后都变逆中战机，每一款都变逆中，每一款都可以。但是问题是电浆逆中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解决供电的问题，所以这就是看它技术上到底有没有办法突破。因为你不能只能逆中5分钟嘛。对啊，那就要被侦查了。对，你要全程能够逆中，所以这个技术如果能够真的发展出来的话。这个会是科技上的一大突破。不过这是最高机密啦。我们现在也从媒体上面知道，它有所谓重大进展，可是不知道可能要过一阵子才能知道真伪。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即将在下一个礼拜一3月4号开幕，就是我们俗称的两会即将要登场。在两会前夕，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新讯息呢？我们看到王沪宁他主持了全国的这个大陆的全国政协主席会议，他讲到说要坚持勤俭节约办会，不要铺张奢华，持续改进会风，抓紧抓实各项的工作。而另外呢，有一件事情呢，在民间不断的有一些 gossip， 有一些流传有一些八卦，说什么呢？说秦刚已经过世了过去的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可是这个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他刚好宣布说有11个人被罢免，其中也包括秦刚所以这个谣言不攻自破，他应该还是活在人世间。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这个是由习近平签署，而且已经公布了，从5月1号就会实施了。日经亚洲就分析说，这个规定可能会为中国的外企外国的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并且增加相关的企业负担。而另外呢，拜登就要面对大选了，在年底。那现在他要靠抗中来救选情吗？因为据说他的选情不是太妙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讲了他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新疆存在强迫劳动是一个弥天大谎，美方应该停止污蔑抹黑严重侵犯了新疆民众的基本人权。这是因为呢，这个中国大陆不是一直在指控吗？他们有集中营等等点点的那可是中国外交部就说，强迫劳动这个是一个大谎言，这个是美国的阴谋，他企图制造强迫失业。因为如果有这个强迫劳动，那你这些人就不要去棉花田了，你就强迫他们失业了吗？你是在打击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个产业跟供应链吗？而另外呢，我们也来看到呢，包括美国要加强跟印太伙伴国防的供应链，这是什么意思呢？美国说这是来自于五角大厦的说法，打算跟日本、印度还有印太地区这些伙伴的国防工业要更加强，要更紧密，因为担心如果中国有什么样的威胁性的动作的话，我们这个供应链就可以补上。也就是说，在这边制造武器吧是不是这样子呢？乌俄战争我们大家看到已经打了2年了，死了很多人尽管我们看到泽伦斯基说乌克兰的战士牺牲是3.1万，他是这样讲可是其实一般认为可能还要更多。拜登就召开了国会紧急会议，要讨论给乌克兰的援助还有政府关门因为他怕政府关门，所以这个为了乌克兰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要赶快通过，赶快给他们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安顾问苏利文就说，希望这个共和党还有这个共和党团小组的政治斗争，你们不要再斗了，希望
把这个所谓的600多亿美元的额外援助法案赶快投票，赶快通过，赶快交给乌克兰。而另外呢，美国民意又是如何？打了2年，美国人现在如果你问他，他也说对我们支持乌克兰。可是他们其实有一点点意向上面的不同了。他们说是不是能够让俄乌的和平谈判赶快进行？大概有70%的美国人认为不要再打仗了，厌恶这个战情的情绪也升高了，赶快有一个和平方案提出来，让战争赶快落幕。马克宏前2天突然讲了一个话很多人都打脸他，因为他突然讲说要升高援助乌克兰对抗俄国入侵的新措施是什么呢？不惜派遣地面部队到乌克兰。他是法国总统观众朋友，如果法国要把地面部队送进乌克兰，意思是法国人要参战了吗？法国要参战了吗？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就说我们拜登总统的立场一向很清楚，不会派部队到乌克兰包括你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包括德国，包括英国，包括西班牙、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都说没有派兵援助的计划肖兹也讲了不会。克里姆林宫说，如果你北约的成员国要派兵到乌克兰，那么北约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所以为什么马克宏突然会这样讲？我也觉得怪怪的。来，要先回答马克宏问题，还是先回答新疆的问题？都行。好，那我们就先谈一下马克宏。欧洲有一些鹰派的国家，像这个英国啦、美国啦，或者是波兰，他们常常谴责法国说：“你法国是欧洲的大国，但是你给的武器弹药还有兵还有各方面这个还有钱给乌克兰的最少，你们就是一张嘴。”那这样的情形下，那马克宏这次在欧盟的会议，因为是在他的总统府里面召开的，那欧盟的会议就是说我们欧盟没有达成共识，要去支持乌克兰，派兵支持乌克兰。然后，但是他说，但是不排除我们北约，因为北约是军事组织嘛。那既然你美国说这个绝对不能让俄罗斯打胜仗，你英国也这么说，你们每个人都，包括北约的秘书长都这么说，说你们绝对不能够让这个乌克兰打败仗，那让普丁赢。那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是乌克兰输了嘛？因为那么重要的一个战略城市，就阿夫杰夫卡这么重要的战略城市被打下来。然后俄国已经乘胜追击，现在对马林卡形成了这个南北的夹击，那相当有可能在几个礼拜左右，很有可能就形成了这种合围的成功。那这样的话，这个乌克兰的防线整个就崩溃了。那所以我们就不能排除北约应该要介入了。好，他这一讲了以后，这个马克龙就变成欧盟还有就北约的领导人了，他最积极嘛，他比谁都更激进了。那其实他心知肚明。因为他心知肚明，就是北约这些领导人都是一张嘴。好，当他一讲了以后，这个夏老师一听，那还得了啊？他第一个说：“我们没有要派兵。”好，拜登也说：“我们没有要派兵。”所有的人都站出来说：“我们没有要派兵。”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普丁的意志，也就是普丁是可靠的、有信用的。为什么？因为他敢动手，他会打北约，他会打北约，而且。如果以正规的武器打北约，普丁打不赢，绝对打不赢，那就是核武啦。那一定是核武。所以这些国家都很清楚知道，一旦北约跟俄罗斯一旦交战，那一定是核武。所以这些国家马上认怂了嘛，马上就龟缩了，就缩手了，都缩手了。那各位你想，如果今天是泽连斯基，就一看哇，每个人都表态了，所以马克龙厉害啊，他让欧洲的这些国家。全部都把裤子脱掉了，所以它是一个激将法。它激将法嘛，那所有的国家都脱裤子了，脱完裤子了以后，对马克龙来讲，然后呢，你们谁还敢谴责我啊？我最激进啊，这个时候没有人敢再谴责了。可是每个人都往后退了。是，那你想，泽连斯基心里面是不是喊了？很可怜。台独呢？台湾的民众啊，台湾的民众啊，美国人敢动手吗？北约敢动手吗？日本敢动手吗？都是一张嘴，因为伯恩斯说啊。今天的中国大陆比前苏联不知道强大多少，而前苏联又比今天的俄罗斯不知道强大多少。这就是国际现实，真是可怜的乌克兰人民。来，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请教严老师，美国现在拜登总统的选情据说是落后的。对，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讲说拜登他们也提到嘛，说美国不会派兵到乌克兰嘛，是。那之前就有一位美国的重量级参议员，他本来有可能会选总统，结果不选，他就问一个问题，他就说美国今天支持乌克兰，还有北约的国家、欧洲国家，至少站在美国这一边。他就问说，如果美国要挺台湾，有多少欧洲国家会站队在美国旁边？譬如说也提供武器给我们。他说我好像没有知道啊。那意思所以我就意思刚才回应赖老师讲，台湾真的要去想想乌克兰有邦交关系的，他们只能够做到这样子。然后我们没有邦交的，你去想一想，美国能够做到多少？了不起就提供一些武器、一些情报而已。好，那拜登现在面临的问题最大的，当然就是他的中东政策力挺以色列，在国内受到很大的挑战那包括在密西根才刚选完初选，密西根是全美国阿拉伯裔最多的他们还选出过这个巴勒斯坦裔的这个议员。那现在密西根大概有20%的选民是决定不承，就是说也不投反对，也不投另外一个候选人，就是不支持拜登，就不承诺。就是这一批，如果今天到了大选的时候，密西根是摇摆州，蓝州、红州都就蓝红之间，他们叫 purple 州吧，紫色的。那这些如果今天不挺拜登，可能就输掉密西根，搞不好就是因为输掉密西根，输掉大选，少一票。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以巴的问题也好，乌克兰的问题，大家都不希望用兵了。那你说拜登外交上面还有什么好玩？只有玩中国吧，就是继续就是打抗中牌，打抗中牌。但看抗中牌其实对他选举没有帮助，但是呢，他没有别的议题好打，因为以色列这边大家都觉得他不够强硬，那也做不了什么东西。他也怕太强硬以后呢，这些票跑到川普这边，因为川普是挺以色列的那乌克兰也是一样，大家也腻了。可是好像如果你今天让步了，你又变成是跟着这个川普的脚步走。川普是不想挺乌克兰的，那你好像应该要做一个区隔，也很难。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只有这个抗中牌可以打了。所以这个把抗中牌进行到底，应该是未来拜登的走向。对，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彬哥。其实我觉得拜登虽然手上牌真的不多，但是你打抗中牌对他来讲，我觉得真的不是什么好选择。因为如果要讲抗中的话，我看川普的表演会比他更厉害。因为川普过去就很会演这一套，不管他到底会不会真的这样做，至少他会让人家感觉川普抗中是第一把交椅。所以我觉得你要去搞这一张牌，恐怕对他没什么好处。但是你会发觉美国不断的就是在老调重弹，像他最近又要加强什么印太伙伴国防供应链，他的印太经济框架才刚刚共估不是吗？就是因为你搞不起来，因为美国自己关税不肯让，那你关税不肯让的话，你的印太经济架构怎么玩？根本没办法玩。那现在你要搞国防供应链，我老实讲，你拉日本、印度根本搞不起来。第一个，印度本来就是一个不太愿意跟其他国家合作的国家。那日本呢？日本这个国家是非常龟毛的，你凡是有任何东西要他把技术输出，他都不要。像之前他本来不是要卖澳洲潜舰吗？谈了个半天，为什么后来没下文？就是因为澳洲人去跟日本接触之后，发觉日本这个也不肯给，那个也不肯给，什么都不肯要，最好就是全部都日本造，然后我潜舰给你开，但是你什么秘密你都不想知道，所以澳洲后来谈不下去，才转而去求美国去卖他核潜舰。所以你要找这样的两个国家作为印太这个国防供应链的主架构的话，我认为这个架构根本谈不起来，非常困难。但是美国是不是真的有心想要这样搞？是哦，大家没有注意到吗？前2天盖拉格来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帮美国生产义务榴炮，所以美国可能真的是想要建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但是第一个，他是为自己建构；第二个，他这样子乱拉队友的这种方式，我不认为能够成哦。那至于现在马克宏开这一炮之后，我觉得他就是故意让泽伦斯基知道了整个北约的现状。北约的现状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只会打嘴炮，根本不可能真的帮你。
而且事实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能够给的钱也都给了嘛，你接下来要再给也没有多少。那包括拜登说的这600亿美元法案，这不是现金呢，对，这600亿美元是武器耶，对，那这个武器美国还要慢慢生产。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金门快艇翻船的责任到底在谁那里？到底是哪一方应该要负责呢？我们来看看我们金门的检方说，他手中有一张照片啊，照片里头显示海巡署没有曝光的对方的这个快艇驾驶舱的超车杆方向盘，最后停留的位置是显示翻覆的中国快艇正向高速向右急转。这是什么意思啊？它高速的向右急转，我想象可能在开车吧，很高速的往前，然后再往右所以是在暗示自己不小心翻船的吗？这是来自于风传媒的一则报道。而另外我们看到对岸国台办今天有记者会，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他讲了很多关于金门事件的一些回应中国大陆这边官方的这个态度。他说，事发已经半个月了，民进党当局没有表达歉意，刻意隐瞒撒谎，误导真相，听起来中国大陆这一方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就看到了金厦海域中国大陆来的船舰还有一些快艇增加到了11艘。我们也可以知道，过去半个月，包括海监船、海警船、来自对岸的渔政船都不断的过来巡逻。在空中，我们的国防部也告诉我们，侦获共机15架次所以看起来天上的、海上的都在这边绕行，都在这边侵扰。而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于《金融时报》的报道，它是引述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叫做福纳勒。他说中国现在有很多的科研船嘛，那其中呢，他监测到，他发现有很多这个科研船不断的在台湾附近活动这个频率变成非常的频繁，所以呢，他认为其中有一架叫做珠海云号大概它的外观是这样，珠海云号里头配有 AI 自动的导航系统。可以搭载50架无人机，还有自动的水下载具。他认为这一艘船它的配备非常的精良，是全球首批没有需要船员、不需要船员就可以航行的科研船之一而且重点来了，他认为这是跟解放军有明确的联系。所以福纳勒就说，某一些中国的科研船，他可能正是在做科学的研究，可是他认为有一些会关闭或者伪装收发讯号来企图混淆科学、商业和军事航行，来制造模糊的空间。用大白话来讲，就说他伪装成科学学术上面的传播，而实际上从事的可能是间谍或者是军事上面的用途。那另外呢，在两岸关系不断恶意螺旋上升的此刻，我们的立法委员王定宇他就讲了，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吉里巴斯就跟美国的海岸巡防队一起完成该国专属经济海域的联合巡逻行动他们认为说，有时候如果对岸的渔船或者像这种三无船舶来我们也许可以来这个利用这个美国，希望美国或者是怎么样台美的这个海巡的这个合作来护渔，提升双方合作非军事力的军力的对峙，凸显我们的主权，不至于升温冲突。这有可能吗？大家听得懂吗？美军他们的这个海上的巡防队海岸的防卫队来跟我们一些海巡署一起执法，那这样子会让两岸的冲突会降温吗？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有一些这个国际的评论，那有一些出身中国大陆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警告，包括这一篇文章登在我们的独家报道上面。他说，从金门撞船看豪猪统战豪猪战略以及以武谋独的对话他大
概是在分析了说，现在美国从2022年那个时候裴洛西不是访台吗？然后就开始推行所谓的豪猪战略，不断的武装台湾。那他认为在2023年9月份之后，台美军事合作好多的实施的方案都出来了，实质是通过帮我们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还有对应的军事培训，为台湾提供所谓的防御安全。这一位大陆学者是叫做周中飞，他说这是支持民进党以武谋独，同时又可以达到美国需要的维持海峡现状的目的所以把我们一直不断的武装起来。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有一名欧洲的学者，这是登在我们的中央社上的，他说蔡总统对外的这个外交路线过去8年，他认为可圈可点，所以呢应该这个蔡式风格可以延续，蔡总统式的外交路线可以延续这是来自于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朱利安，他认为中国大陆这个对台湾这个过去8年的应对我们台湾的应对也都很 OK， 这也是中国这个中国想要的如果挑衅台湾，盼着台湾可能犯下错误，可是他认为蔡总统没有犯下什么样的大错误。来请教这个彬哥怎么看？包括金门事件已经9次协商了，可是目前没有任何的结果。我们看到管碧玲是告诉我们媒体说，这不代表破裂，而是还在协商中，等到有结果就会告诉我们。基本上就是大家还是有争执嘛，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定案。那我们现在陆陆续续看到丢出来的这些东西，像这个所谓的他看他方向盘停留的位置就可以认证它是高速向右急转，你顶多看他方向盘位置说他当时可能正在转弯，可你怎么知道是高速？你当时在船上吗？不然的话，我们去看一台车，它最后假如出车祸，它最后方向盘停在那个地方，你就可以认证它是高速嘛？你是不是应该要有其他的客观证据证明？所以我觉得这个论证是非常奇怪。实际上大陆那边的说法是他们当时船是停下来，然后被我们撞。这就是我们要去厘清的点嘛。当时双方的运动状态到底如何，是怎么样发生碰撞？所以我觉得不要根据某一些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就自己先射箭画靶，然后下来结论。我觉得这个是蛮奇怪，而且你越是不断的放出这样的消息，其实会让对岸对你越产生不信任感。因为我们从头到尾已经变了不知道多少次说法，你一直变这些说法，其实我觉得会让人家觉得你恐怕是不可信赖。那大陆这边态度现在当然是摆得很硬，可是我觉得他们是硬中带软，也就是大陆并没有说想要把这件事情无限上纲到直接两岸就要冲突了。那他要求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把真相厘清嘛，然后要告诉我们整个事实的始末，然后认错道歉。那据说啦，因为最新的消息是说，据说他们现在正在协商是不是用书面道歉的方式，那甚至连赔偿的金额现在都有140万这个数字出来。对，所以是不是有进展？我个人认为恐怕还差一段。为什么？因为你光是一个，就算是双方都同意书面道歉好，书面道歉的文字的拿捏，恐怕就非常要费精神了。因为我看中间的文字的这些巧妙的掌握，恐怕双方都会意见非常多。那大陆当然它持续的就是升高它的海警的巡逻嘛，的巡检。那我们的陈建仁院长前2天不是跟立委讲吗？说如果来的话，我们就直接驱离啊。那个苏子云教授也讲啊，说我们有嘉义舰啊，什么新竹舰啊，高雄舰，我们有4000吨的，不用怕。人家今天来8000吨，所以你要跟他撞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要赶快降温，然后两岸之间能够取得一个协商的机会，把它转为一个契机，让大家能够共同制定在金马这些外岛这些地方大家共同作业的一个方式，能够重新找到默契，互相谅解，而不是把冲突升高。那至于说中国科研船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对你也可以说，因为它有这些功能嘛，它可以水下自动的这一些潜舰，然后空中的无人机，它都可以操作，甚至可以操作风情战术。那它也可以去测绘海底。对，你说它如果有军事用途的话，那是不是会造成威胁？对，你要这样想当然可以，但是中国的科研船是这样，你美国人就不是嘛？不是大家都一样，全世界所有的科研船不是都可以提供同样的功能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指控本身是蛮奇特的。那至于王定宇呢？对，美国去跟基里巴斯去巡检中国大陆的渔船，那你不妨
你不是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吗？你不妨去邀请美国海巡来跟你一起巡逻，你看美国要不要？你可以去做啊，正式的去邀请啊。我跟你讲，先不要说去被美国人打枪，你跟外交部讲，你看外交部会不会打你的枪？美国从头到尾就没这个意愿。美国如果愿意一起跟你海巡的话，他现在就已经来了啦。那为什么美国现在是躲在后面？很明显，人家在干什么，你看不懂吗？王定宇这种每次为了骗票，然后把这个民粹刺激起来、鼓舞起来之后，到最后他拿到选票，倒霉的是台湾。王定宇每一次都干这种事，祸国殃民的烂立委，就是这种人，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个强度蛮强的。事实上就是这样，他一直都这样啊。上次不是还讲说什么围岛，整个围起来，对，结果都是人家的渔船在那边，你也说人家围岛，所以就每天在那边乱放假消息，在那边胡扯一大堆。这种人哦，真的是选民自己要考虑清楚，会选出这种人都是你们自己的责任。来，请教赖老师。我们到今天为止半个月过去了，其实我们只想知道一个真相，应该是2个真相，一个就是这个船是怎么翻的，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没有人清楚这个船是怎么翻的，为什么会翻掉啊？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却已经发现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检方好像把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些相关的证据把它碎片化了，然后不断的去丢一些碎片出来，丢一些碎片出来。我们其实很想了解，就是检方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下子又说啊，放一些照片出来。一下子又放说哦，你看这个有凹痕，一下子又说哦，你看又有新的凹痕，然后一下子又说哦，它的方向舵在哪里？好像都把它碎片了，一个小碎片，一个小碎片，就这样不断的丢，不断的丢。之前不是一直在强调说侦查不公开吗？那侦查不公开，可是却又不断的把这些相关的证据碎片一直丢的时候，我们到目前为止，坦白说都是母萨萨，一团乱，都是。我们不知道你检方到底要告诉我们说这个船是自己翻的还是被赚翻的，我们到今天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检方到底要告诉我们这个船是被赚翻的吗？好，第二个我们要问的，因为这是很多人都在问说有消失的30分钟，然后说那30分钟应该是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在追他们，而大家在问说金门的海域那么的窄，那30分钟那个航机图我们应该有吧？雷达应该也有，对不对？雷达也应该有，可是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们，也不公布这个30分钟的航机图是怎么追的？到目前为止也都没有。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已经半个月过去了，我们真的希望检方你的调查也是不是应该告一段落了？你也是不是应该要开始结案了？应该要开始提出来你的故事吧，把它写出来吧，然后把你的所有的证据拿出来摊给大家看，说你的调查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啊？那我觉得我们都想知道真相，因为唯有真相能够平息这个事件。是，如果没有真相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平息这个事件。我刚刚这个听到韩冰用了蛮重的话来讲这个王定宇了，为什么？因为王定宇的这个讲话已经，要不就是显示他的无知，可是理论上讲他不应该这么的无知，要不就是他有意故意操作，也就是故意的胡说八道。那故意的胡说八道，你的胡说八道的目的在哪里？是要博眼球、吸引媒体的注意，还是你要忽悠、糊弄台湾的老百姓？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搞不清楚，他觉得这样很好啊，美国跟我们一起巡防啊。是的，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不承认你是一个国家，第一个，美国不承认你，也就是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所以美国不会跟你有任何一个官方的正式的合作计划，军方不会有，那海巡也不会有，我们所谓的第2海军，美国怎么可能会跟你有呢？不可能跟你有，美国不愿意、不肯也不敢，坦白说就是不敢，讲这么简单。为什么？你看，说在基里巴斯的这个国家，它有权利可以在它的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去执法，是因为它可以确定。他如果他的这个经济的作业受剥削，但是基里巴斯有没有权利跟美国合作以后，美国的船可以登船检查？这个在国际法上是有灰色地带、有争议的。为什么？因为美国不是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美国不是签署国，
所以理论上讲，美国没有执法的权利。而且呢，能不能因为双边的协定，你就能够带这个国家来执法，也是值得争议的。那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的海警船也到了基里巴斯的这个海域，而你美国执法的时候，中国的海警船说你没有权利执法，那就相当有可能就中美较量了。现在是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或者是军舰没有办法到这个海域去保护它的渔民。那未来有可能到了以后，那可能情况就完全翻转了。是，来请教严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就第一个就是王定宇啊，根据我跟一些美方的接触，大概他们总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立法委员，因为很多不应该透露的事情，他都会自己先透露啊。就是说台美双方有一些默契，大家不愿意讲出来，但是王定宇喜欢去博版面，那去讲出来，我觉得对台湾，我觉得民进党应该要，就是你要学会做一个执政党，有些东西真的要这个外交的东西要会克制啊。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应该去约束一下王定宇的。那我看这个西方学者说，蔡英文的外交路线可以继续，好像不要被中国大陆挑衅了，台湾就跟着起舞。可是说老实话，这个外交路线可能对国际社会来讲，他们觉得还不错，因为没有发生战争嘛。但是我们丢了10个邦交国然后我们没有加入一个国际组织，然后我们也真的是海峡中线也不见了，然后各种就是被大陆这样不断的这个，无论是飞机也好，船舰也好，进入我们的领海或者说对我们造成一些这种威胁。那难道这样子，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赖清德就继续好了那我觉得这个难道是符合台湾的国家利益吗？西方人觉得很好，西方人觉得很好，不见得觉得对我们来讲当然不是很好嘛。所以我觉得说人家觉得说，你很克制，这样子很好，希望就是赖清德也继续克制那我们好像嘴巴喊了很多，那满足了台湾一些这个选民的需求，但实际上根本没办法做出很多。就像这一次这个撞船的事件一样，你像金门，我觉得他们现在讲出来的，忽然又冒出说最后可能是急速右转。对，你想带领什么风向？因为你自己已经说了，其实就是冲撞过，对不对？那你现在又好像讲出来这个，好像是怎么撞的？是他转弯呢？好像是暗示。对，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没有必要。我还是回到原点，就是说，希望双方都派人一起检查，共同来看，就没有事了嘛。大家彼此摊开嘛，就好像今天这个我们讲说法医一样，你解剖就是大家一起看到底这个是死亡原因是什么。这个可以拿得出来，双方都有可以值得信任的法医吧，不值得再找第三方嘛？我觉得可以嘛，就是你一定要，就是你们双方同意再找一个第三方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可以做到，而不要这样拖下去。我觉得我们政府常常认为说，就像国内政治一样，会被另外一个新闻盖过去，可是这个很难是，就应该让证据说话，对，然后公平公开让大家来这个见证这件事情的真相，我想事情才有可能平息下去。